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风吹半夏，李光洁对赵丽颖的关心里藏着知识分子最大的虚伪。风吹半夏以上世纪末钢铁行业在时代浪潮中的发展为背景，主打大女主创业剧，讲述了许半夏如何从倒卖废钢的小老板，一步步成长为滨海钢铁行业的领袖人物。剧情开展到1/3，许多人物已经出场，许半夏与其他老板合伙人之间的相爱相杀引起热议，许半夏与父亲许友仁的塑料父女情也让人津津乐道。此外，李光洁主演的外企高管赵磊与许半夏的感情线也让观众直呼虽然隐晦，但暗里含糖量超标。赵磊以职务之便以及自身见识和格局，帮助许半夏撑过钢铁价格的寒冬。辞职后更是进入许半夏的公司，为他出谋划策。如果仅仅是浅浅看过去，赵磊对许半夏是很好的，非常关心和维护。但一旦我们抛开感情的滤镜不谈，赵磊对许半夏做出的所谓善意的帮助和担心，背后都有着清醒的利益算计。5建设、裘必正等人对许半夏初出茅庐的看不起，是处于行业资历的老大哥不愿意让新来的小弟压上一头的自尊心。然而，赵磊对许半夏的言谈举止中，却透露着对自己能力的傲慢，以及对许半夏的居高临下。不夸张地说，在这些人物群像中，最帮助许半夏的是赵磊，最看不起许半夏的也是赵磊。赵磊于彬彬有礼中隐藏的自负，是有眼界的知识分子最大的虚伪。别相信什么玛丽苏。很多观众和评论都说，赵磊很早就喜欢上了许半夏，证据列举得非常充分。许半夏跟着5建设一伙人去苏联买废钢，结果被人骗了，跟着去的几个大老爷们儿都灰溜溜的回了国，把许半夏一个人丢在国外。裘必正在饭店遇上赵磊的时候，还落井下石的说许半夏拿着赵磊给的1000万的定金，别再卷着钱跑了。结果赵磊不生气钱的事情，直接一个玻璃杯砸了过去，质问他们怎么能把个小姑娘独自扔在国外。赵磊的这招人文情怀一下子把个人境界的高度拔高了，和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行业小老板秒成了渣。更是衬托的裘必正心术不正，捧高踩低。再后来，许半夏回国，用赵磊给的3000多万买了5万吨优质的废钢，结果国内钢价跌得稀里哗啦，赵磊愣是为许半夏拖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钢价回暖，才代表公司签下收购合同。凭借这2个关键点，赵磊成了许半夏坚实的后盾。很多观众以为这就是爱情，但赵磊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我相信我的眼界和判断。如果你用这句话来看赵磊之前的选择，你就会很清楚地了解到，他帮助许半夏的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自负。首先，他给许半夏定金，是因为许半夏是能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人。许半夏听话，可以满足他提出的苛刻条件，绝不还价的那种。其次，裘必正当着同桌人的面公然说许半夏的不是，就是在暗讽赵磊。因为给了许半夏定金，让许半夏跑腿的人是赵磊。明说许半夏，实际上是连赵磊一起笑话了。赵磊在酒桌上的生气，有一部分也是因为面子，但他可以完全伪装成担心，也不排除关心的成分占很大一部分。再次，帮助许半夏拖时间，等废钢价格回暖，是因为无论怎么签收购合同都是亏损，这代表了赵磊的投资眼光和能力不行。赵磊最在意的不是许半夏，而是自己的能力和口碑。2. 知识分子不能抗势。高学历、高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有很高的视野、判断力和分析能力，这一点是许半夏没有的。
许半夏大学毕业出身，有一定的远见和格局，但在专业思考上仍然距离赵磊差了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即便赵磊屡次拒绝，许半夏还是要挽留他为自己工作的原因。然而赵磊身上有一点是欠缺的，那就是创业的魄力和闯劲儿。当他因为公司斗争而无奈从外企离职后，即便是暂时落魄，他也不愿意去许半夏的公司。为什么？因为他见识过一流外企是什么样子，他知道正规成熟的管理体系、人员素质是什么样子，他习惯在更高的平台里体会拥有更多资源的感受，并与更有眼界的人打交道。如果不是许半夏的极力邀请和他当前的空窗期，赵磊是不会屈居许半夏的公司的。聪明人的一大问题是，我看到了问题，所以我要去规避问题。但是努力创业的人，比如许半夏，则往往是有了问题解决问题，想尽了办法也要做到。本质上来说，越是有能力的人，就越是谨慎小心，因为眼前遍布荆棘，不免消极。赵磊不愿意给许半夏打工，就是看到了他开设钢厂要面临的巨大的困难和混乱，以及公司发展历程需要耗费的心血。他不愿意以自己的能力却搅扰在复杂的公司成长斗争里。当许半夏去沈阳购买设备的时候，因为同情心搅和进了钢厂与拆迁户的矛盾中，赵磊在电话里着急地说，如果他牵扯其中，自己就撂挑子不干了。其实很多时候遇到问题跑路的都是看得长远的，然而事情并非就是那么笃定的失败，能够逆转劣势的往往是那些迎难而上的创业者。3. 利益至上的头脑清醒者。赵磊愿意和许半夏一起打拼，自始至终是因为利益最大化。无论是最开始许半夏的一无所有，是最好拿捏的合作伙伴，还是后来一条战线上必须扶持的战友，以及在落难时愿意给出最大诚意的接纳和帮助，赵磊都是选择了在每个时刻里对自己最有利的局面。究其原因，他懂得如何评估价值，以及贩卖自身的价值。在商人逐利的时代，谈感情是件很奢侈的事情。许半夏与赵磊的爱情最大的维系就是双方提供的价值。赵磊的头脑，许半夏的魄力，于是成就了事业的辉煌。赵磊高端的地方，就是比起那些钢厂小老板，他隐藏了自己的利益算计，显得更加有礼貌。5. 建设等人是在明面上看不起许半夏的初出茅庐，然而赵磊几次的拒绝是对许半夏笃信的不认同。他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上，不认为许半夏可以打拼出多么大的行业局面。他没有用嘲讽和不屑表露出来，只是用日常的关心和明确的拒绝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自始至终，赵磊对许半夏的未来都是半信半疑，想要随时抽身而走的。赵磊是个极为头脑清醒的人，他的每一步都以利益为先，只是这些都伪装在了关心和理性判断里，变成了让人无法挑出错处的表现，何尝不是一种虚伪呢？